3个月了，没吃过一顿饱饭，要不去自首算了。平行世界啊，没有系统，没有多出来的记忆也就算了，连个身份都不给吗？连打黑工的都不要我，还得和拾亡者去抢垃圾桶。今天倒霉，没抢到啥好东西，就抢到个日记本。现在还有人写日记吗？写在日记里的话能信吗？算了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55年6月初9，迅哥教我写字，今日已是第3日。他小我2000余岁，我也跟着旁人叫他迅哥。上一次认真握笔，还是在咸阳宫做刀笔吏的时候。若写秦传，他一定比不过我。55年，1918年，民国时期吗？许多年前，我跟始皇东巡，路过琅琊，他在台上望海求仙，我在台下扛着竹简。他求长生，我已有长生，但没告诉他。后来他死了，我还活着，我也快死了。比我还能吹。我辞别迅哥，南下荣城。荣城多榕树，其中一棵有点奇怪。1984年4月6日，我托关系办了一张居民身份证，上面印着我的照片。1990年1月28日，听朋友说，官方好像有人在找我，我不太想接触他们，所以又搬家了。身份证，这不是我吗？这不是我吗？连名字都一样，这什么情况？能有这么巧的事儿？2024年7月初，我应该是要死了。余生于先秦，距今2230载。少年时误入白民之国，见一异兽，名曰城隍。如年少无知，其而戏之，遂得长生。余之一生，无可称道，不通仙术，不悟大道，不过一寻常人耳。寻常人而瘦肉2000载，非幸也，纣也。余先期移民，百姓名川，生于草莽，死于草莽，是为终。这日记的主人究竟是真的长生者，还是写的什么神鬼之异的传记？如果日记是真的呢？长得一样，名字也一样，为什么一样不重要了？不管他是不是真长生者，我都能冒充他去自首。就算日记是假的，大不了被当成疯子，至少管吃管住，怎么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。姓名：白川，年龄：太久了，忘了。身份证呢？1984年办的。对。那你现在60了？不止。保养挺好啊，主要是心态好。这里是警局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？没糊弄你，这就是我的身份证。行，那你来警局有什么事儿？自首。哦，自首是吧？那你犯了什么事儿？就是活太久了，2000多年，躲着你们太累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反正活够了，你们找我，我就来自首了。我有必要提醒你，这里是警局，不是你玩抽象的地方。再胡闹，就按扰乱秩序拘留。拘留管饭吗？管。那行。开玩笑要有个度，有困难说出来。我没开玩笑，我真是来自首的。行，白川是吧？7日拘留，录指纹，拍照留档。队长，发现个黑户，这个黑户有问题。黑户？什么问题？我们用了所有手段，只能查到他3个月的踪迹。3个月以前呢？没有，他就像凭空出现。黑户我见过不少，像他这样一片空白的，头一个。这人是怎么被抓到的？不是被抓的，是自首。犯了什么事儿？他说活了2000年，还说我们一直在找他，就来自首了。白川，是那个人吗？队长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人，不要再查了。啊？我说，这个人，你们不要查了。不是队长，这只是一个黑户而已。你没听明白我的话吗？把所有资料整合一下，原封不动往上报，会有人受理的。
队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人……不要问了，按我说的做。这个白川是那个人吗？还是说只是个精神病？星队，你怎么来了？白天送过来的那个黑裤是关在这儿吧？帮我把他带到审讯室，记得态度好点。好的，星队。3个月了，总算吃了顿饱饭，搞了身干净的衣服，还洗了个澡，理了个发，舒坦。这比在外面当黑户捡垃圾强多了啊！多亏了那本日记，才让我下定了决心。接下来就是验证日记内容真假的时候了。如果日记内容是真的，估计用不了几天，那些所谓的特殊部门就能知道我的存在吧。如果是假的，大不了精神病院呗，还管吃管住，总比捡垃圾强。白川，出来一下，有人要见你。听说你来自首，是因为活太久了？是。活了多久？很久。很久是多久？2000年。你没说谎？没有。白川是你的真名吗？是。说实话，我不应该相信你活了2000年，但关于你的情况确实又有些特殊。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位长生者？活给你看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其他能证明你的话吗？比如飞天、遁地、点石成金？这些跟我活得久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想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的。毕竟一开始我只是想混口饭吃。2012年8月3号你在哪儿？什么意思？13年前你在哪儿？2012年8月3号，我想想，应该在丹土。丹土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呢？本来我不该来见你，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这是……可不来，我心不安。这2封信跟那天有关。爸爸，已经1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没来接我？我很听话，一直待在房间里。最近墙里面总有声音，像有人在里面走。晚上我看见很多影子贴在墙上。今天门口多了1封信，他们说是你送来的。桌上的眼睛告诉我，把信放进沙发里，你就能收到。爸爸，你能快点回家吗？我好想你。这像小孩写的怪谈啊，你女儿写给你的？爸爸，又过了1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没来接我？房间里已经没有吃的了，墙里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他们一直叫我的名字。桌上的眼睛让我不要开门，可门自己开了，我很害怕。后来一个哥哥走了进来，他说他叫白川，让我不要怕，他只是一个路过的长生者，活了2000年。后来房间安静了。不是我女儿。2012年8月3号，丹徒市发生过一起异常命案，死者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。这2封信是她留下的。现场很干净，干净的不像现场。唯一不该出现的就是沙发夹层里的这2封信。那时候我在丹徒，这个案子是我接的。信里那些话一开始没人当真，写得像胡话。可后来案子被上面的人接走了，我被告知不要再查。那时候我才知道不对劲。我私下又查了很久，毕竟是在我的辖区，我怎么能当什么都没发生？可我的权限不够，有些事儿我碰不了。后来就没法查了。直到今天，你出现在我面前，说你叫白川，还说自己活了2000年。日记里没写这个呀，说好的平平无奇长生者呢？重要的是，你是一字不提啊！果然，心里话是不会写进日记里的。我到底冒充了个什么玩意儿？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是那个人吗？这对你很重要。很重要。所以，是你吗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实在不行就编吧。是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那封信里的场景？不对，我怎么动不了？这不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日记本主人的视角。刚刚那是回忆、幻觉，还是我疯了？白川，那味道怎么这么真实？那是日记本主人的记忆，可感觉像我亲身经历过。他死了，还能影响我？压住，现在不能乱。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想问问当时的情况，没有别的意思。
你要是不想说，我可以不问。龟须之瞳，其色如漆，身若渊壑，望之如坠永夜。这双眼睛能看见世界的里侧，剥离一切表象与伪装，将万物拉入永夜。我的眼睛没了，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幻觉还是真的？从他的反应看，多半是真的。那桌上的眼球，怎么会成了我的眼睛？我只是不想当流浪汉，可没想变成怪物。恢复了，这双眼睛我能控制，回忆里不止那一个。古有一文，色灰如铁，生于肌骨之间，隐而不显。闻线则厉声，单手擒虎，举若鸿毛。我没怎么用力啊。说好的普通人呢？你这也不普通啊！这力量是真的，不能慌，先压住。我没有恶意。你刚刚那是怎么了？人老了，想起往事难免吃力，身体有点不受控制，也正常吧。你这也叫正常？你呢？专门找我谈话，就为了确认我是不是心里的人？不全是。我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个屋子里究竟有什么东西，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为什么想知道？因为那案子，我想了13年，13年我翻来覆去的查，可惜权限有限，什么都查不到。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好像没那么简单。当年案子被移交的时候，上面下来了一拨人，穿着黑衣服，话很少，他们和你一样，身体上各有各的精彩。那些人把所有资料都拿走了，只有这2封信我悄悄留了复印件。他们叫我忘掉这个案子，我他妈怎么忘？那个11岁的小女孩，最后剩下的东西是我亲手从地上收起来的。我就是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个屋子里究竟有什么东西。你进去之后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很多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黑色的眼睛，那个小女孩，墙里那几个像老头的东西。要是说点我不知道的。然后呢？没了。没了？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那些东西呢？你把它们怎么了？这不写着吗？吃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打扰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你的情况我已经报上去了。明天上面会来人，要不要给你换个舒服点的房间？不用。脑子里一团乱麻呀。这一场谈话改变了太多东西，不是幻觉。龟须之瞳，双手一吻，全是真的。我就想混口饭吃，没想吃这么饱啊。果然，写在日记里的话都不是真心话。不通道法，不悟天机，不过一寻常人儿。你家寻常人吃那些玩意儿，一段回忆就能改写现实。我到底冒充了个什么东西？那段记忆为什么会进我脑子里？就因为我承认了他的经历，承认一次就多一段记忆，还多一种能力。难不成我和日记主人是一个人，只是失忆了？不对，我不是他。我记得穿越前的生活，我只是白穿。可如果记忆越来越多，我还分得清自己是谁吗？必须搞清楚日记主人到底是什么，跟我又是什么关系。过了明天再慢慢查，还有一场大戏要演。邢队长，是我。非正常事件调查局，孟约，走吧。邢队长，是我。非正常事件调查局，孟约，走吧。你跟他接触过了吗？聊过2句。感觉怎么样？一开始很正常，像个普通人，甚至有点随便，没什么抗拒的情绪。我问过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他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人，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活得久一点而已。
但后来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的眼睛突然变了。什么样的变化？全黑了，整个眼球全部变成黑色，就好像是深渊。然后他的手上冒出一些灰色纹路，握了一下拘留室的扶手。扶手断了？碎了，不是断了，是碎了，碎成了几节。为什么他会突然捏碎扶手？难道你激怒了他？没有，他说是人老了，回忆往事时的一点小毛病。你和他聊了什么，让他出现了这些变化2012年8月3日丹徒的那个案子，你们飞调局应该有记录。着重标注，明白。还有别的吗？没有。除了你，还有谁跟他说过话？值班警员，还有拘留室那边有2个警员，一个负责送饭，一个带他去过审讯室，都是走流程，没聊什么。江鹤，你去办一下，所有接触过目标的人全部签保密协议。明白。邢队长，你跟他的谈话内容除了上报的之外，还有没有没写进档案的？就那些。行，带我去见他。现在？现在。记得不要安排在审讯室。那就在局长办公室吧。林浩先生，终于见面了。我叫孟月，非正常事件调查局华东大区负责人。林浩，您是我们观测到的第一例神秘存在。你的档案是飞调局最古老的档案之一，也是飞调局从无到有的见证者，所以编号为0。我是第一个。如果不算那些碎物的话，您是大夏国立国以来发现的第一例神秘碎物。1949年7月19日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，也是第一次监测到你的存在。我们找了您77年。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？1949年7月，那时候有一批历史学家被召集起来整理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献。在这些文献里面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，有一个名字出现频率极高，高到有些不太正常。不是说你这2000年碌碌无为吗？看看你骗鬼呢！你他妈这都快青史留名了。最开始这群历史学家只以为是同名同姓，毕竟白川这个名字不算罕见，历史上重名的人多了去了。但是随着对各类典籍的整理，这群历史学家推翻了这一点。他们花了3年时间，把散落在上千年古籍里的名字集中起来，像拼图一样拼出一个人的轮廓，一个可能活了上千年的人。而关于你最近的一次记载，是在一位民国时期文学大家的回忆集里。这一发现让他们猜测你活到了现代。从那以后，这些人就着魔了一般追寻你的踪迹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神秘存在。事情超出了他们能处理的范围，上面开始接手，成立了专职调查小组。你的档案也是在那时候建立的。说起来，我们飞调局也是因为你成立的。1953年，调查小组撤销，改组成为非正常事件调查局，独立于所有部门之外，专职调查、搜寻、控制、监测大夏各区神秘存在，维护稳定。我们离你最近的一次，应该是1984年你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吧？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你的样貌，只可惜你不愿意见我们。我们找了你很多年，你也躲了我们很多年。为什么现在突然自首了？为什么现在突然自首了？没钱了，找你们要个编制。没钱了？钱对你来说很难吗？不难吗？退一万步说，你甚至可以去抢，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能拦得住你。注意你的言辞，抢钱是犯法的。你这个小同志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引导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？您是人吗？这什么话？我是正儿八经的人。人怎么能活上1000年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。飞调局成立至今已有70年，除了神秘存在，还接触过不少碎物。档案库之中一共有6473个档案，记录着不少类人形神秘的存在和碎物，它们的寿命同样悠久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似人非人。非人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标签不能认，我是人。所有调查员注意，目标疑似暴走失控，立刻封锁四周街道，疏散附近所有居民，通知金陵所有特等调查员入场，立刻执行。
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失控，但抱歉了，我得先让你冷静下来。你这又是注射高科技，又是华丽变身的，怎么连一拳都扛不住？你还好没打死。眼前这个0号生物究竟处在什么级别？没事吧？下次别再问那种问题。我是人。合着你是因为这个问题失控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用力的。没事。白先生，刚才的事是我的问题，抱歉。我接触过不少神秘存在，但这些东西表面上伪装成人，但实际上打心底里看不起人类。我以为你跟他们一样。我跟他们当然不一样，我是人。不过没事，以后不要再这么说了。对了，你那个银色的东西挺厉害的。那个墙要赔吗？不用。那就好。目标情绪恢复稳定，暂时不用通知特等调查员入场。另外取消归零计划，外围成员入场检查人员损伤。什么是归零计划？昨晚临时制定的。当你这个0号存在无法交流或被视为最终威胁时，华东区会向整个飞调局发送你的信息，启动归零。飞调局7大区所有战斗人员停止一切手头工作，赶来精灵，前仆后继，不死不休。飞调局对日记本主人可真够重视的。下次有什么问题直说就好了，别搞这么大动静，很难收场的。有时候光说可没用，得让他们知道我有谈判的资格。现在我想知道更多。下次有什么问题直说就好了，别搞这么大动静，很难收场的。有时候光说可没用，得让他们知道我有谈判的资格。现在我想知道更多。你真没事？没事。那我们可以继续聊了。我主动自首呢，确实没有别的意思，仅仅是因为2000年躲得太累了。另外，我的确是人，这一点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了。读过《山海经》吗？读过。《山海经》记载，龙于北有一国，国名白民。白民国有城隍，其状如狐，背上有角，城之寿2000。你的意思是，你骑了那城隍，所以能活2000年？这么简单？幼时家贫，父母早亡，辗转流离，误入白民之国，与城隍妻儿系之，遂得长生。真的，白民国真的存在，《山海经》的记载是真的。当然。白民国在何处？问得好，我也想知道。你明白什么叫误入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也该给我一个回答了。那你想做什么？加入飞调局？我需要一个身份，一个能站在阳光下的身份，还有体内这些东西。我怕有一天压不住他们，飞调局或许能给我答案。这种事之前也不是没有过先例，放在眼前监管总比放在外面安全。这种级别不能放给别的大局。加入飞调局没问题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们的工作很特殊，你可以拥有极大的权力、财富，但享受的同时也得尽好自己的职责。按规定，飞调局成员每个月都得完成固定的战斗任务，特别是这几年虚境出现的越来越多，虽然算不上岁物横行，但情况也不容乐观。虚境、岁物这2个词要记住。除此之外，飞调局对于你们这样的存在没有过多限制，这些能接受吗？执行任务可以，但先说好，打不过的我不去。你也怕死吗？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能活着谁想死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一般你们这种长生者不都很厌世吗？就是那种对什么都没兴趣，简称活腻了。你才活腻了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会尽快安排你入职。入职以后，观察期间你的任何行动都会跟我一起。一起？这不好吧？这是规定。各大区负责人负责贴身监管合作者，这是飞调局成立以来的规矩，不是针对你。所有合作者都这样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算是搭档？观察期来说，是的。薪资待遇呢？薪资待遇每月3万，出一次任务就有10万补贴，另外收容控制一个税务最低30万奖金。什么时候发工资？月底。这个月还有3天就月底了，所以这个月给不给？给。另外，这一期的飞调局人员选拔我会帮你报名。我还要走流程？当然，你的身份对内也是保密的，所以流程还是要走。整个华东大区知道你身份的不会超过5个人。你的档案会被做成2份，一份是0号，一份是一个普通人的档案。
尤其是你长生的方法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给别人听。当然，档案里面我也不会记录这一点。非正常事件调查局存在的意义是维持秩序。城隍这种东西，不管是神兽还是碎物，只要传出去，就会让所有人失控。上面有人为求长生，必会去抢；也有人会把白川当成钥匙。这个消息不能进档案，至少现在必须烂在我这里。上面有人为求长生，必会去抢；也有人会把白川当成钥匙。这个消息不能进档案，至少现在必须烂在我这里。陈华的事情我不会跟第二个人说。接下来我要跟那些普通人一起选拔，我需要怎么做？对你来说并不难。飞调局的人员选拔每月一次，有笔试、体能测试、心理评估、实战测试，4项都通过才能正式入职。你的情况特殊，笔试、体能和心理评估我帮你批了，但实战测试你得收着点。什么时候开始？今晚就可以。我先带你去精灵分局。你还有别的东西要拿吗？我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家当都在天桥底下那个棚子里。没有吗？一个活了上千年的人，身无外物，无牵无挂，这代表着他随时可以一走了之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走吧。车在楼下，这里的事情会有人善后处理。金陵分局在城郊有一处安置点，这几天我们暂时住那里。到了。你住这儿，我住对面。通讯录里有我的电话，有事随时打给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是我3个月以来第一次摸到手机。先休息吧，晚上8点我带你去做实战测试。对了，冰箱里有吃的，饿了凑合吃。房间里给你准备了新的衣服。要不是我身体承受上限不够，也不至于用 A 级震碎。这次回去要选部炼体功法了，好在结果没出意外。善后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警署这边基本处理完了。伤亡情况没有伤亡，就是那些昏迷的警员，我们检查过了，生命体征正常，休息几天就好。另外，这次事件要怎么记录？煤气泄漏，金陵警署地下管道老化，煤气泄漏导致多人昏迷。你写报告。明白。那关于白川的危险评估以及实力要怎么记录？实力暂定 S 级，疑似超 S， 应该没到股神。一拳破碎化。您和他交过手了？惜败。那危险评估呢？存疑，留待以后2次评估。危险评估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一个念头就让整个市局的人陷入昏迷，这还存疑吗？他马上加入飞调局了，今晚我会带他去参加实战测试，以后他就是我们华东大区的人。他要加入我们，您还同意了？孟局，我们对他还不太了解，直接让他进飞调局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万一他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目前查到的资料只有他3个月的行踪，他这3个月是真的在当流浪汉啊，这太反常了。您是不知道，他还打黑工，这样的存在，不可能去体验流浪汉生活吧？他太奇怪了。你觉得我们飞调局是干什么的？我们要做的是维持秩序稳定。不管他有什么目的，他主动来了，就说明他需要什么，需要身份也好，需要庇护也好，只要他有需要，我们就有的谈。在飞调局成为自己人，总比在外面的好。不要忘记，像白川这样的存在，天阙他们也会拉拢的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关于白川的身份，任何人不准提及。过了今晚，他就是我们华东区的调查员。明白？有地方住，有饭吃，有身份了。你到底是什么？日记本主人的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。既然要加入飞调局，我得尽快搞清楚几件事。碎物到底是什么？虚境到底是什么？希望加入飞调局之后，能有个档案库可以让我看看。测试地点在郊外工厂，今晚参加的人不多。金陵市局那个邢志国今晚也会来。他要加入飞调局？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要么加入，要么签保密协议。我让江鹤问过他，他选了加入。就算邢志国不加入飞调局，我也得找机会再去接触他一下。总感觉他在那2封信上隐瞒了什么。
总感觉他在那2封信上隐瞒了什么。陈鹏，苏北安保队，怎么称呼？邢之国，金陵市局治安大队。赵岩，转业后负责安保缉私。罗成，省总队安保人员。你在这里等会儿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刚才跟孟局一起下车的年轻人，也是今天考核的。应该是，之前培训和基础考核里没见过他。孟局亲自带过来，应该是特殊招录。年纪很轻，看着不像受过长期训练，动作很松，身上也没什么紧张感。别用普通新人的标准看他。邢队认识，见过一次。等测试开始，你们自己看。我是孟月，华东大区负责人。今晚的实战测试有些特殊，由我主持。你们每人会领到1支 D 级震碎，在1支 C 级碎物的攻击下坚持住10分钟就过关。考核过程中坚持不住就喊退出，会有人进场带你们走，但喊了退出就意味着淘汰，不喊死了，我们负责收尸。现在开始。碎物编号 C029， 代号铁皮，实体型碎物，它没有智慧，只有本能。这个是发给你们的震碎药剂，注射后可提升你们的力量、速度、防御，大概是普通人的10倍。注射后就可以开始了。不需要。谁先来？别紧张 ，C 级碎物训练时模拟过。模拟和实战能一样吗？撑10分钟就行，咱们有震碎药剂，没多大问题的。问个事儿，如果我把这个铁皮人拆了，算我过关吗？你一个人拆 C 级碎物？算。碎物就算打死，应该也没事吧？他真没注射震碎药剂，1只手就接住了。这小子真是个怪物。没打震碎吧？029就这么被拆了，这还是新人？怪物，放得太开了，收起来这么费劲吗？过关了吧？过关了。孟局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怪物？跟华南大区那个家伙有的一拼了。刚刚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一拳打进029胸口，那笑得老变态了。看见了，他在笑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喂，是我，测试出了点意外，你带人再送1只 C 级碎物过来。029死了。死了？死了。孟姐 ，C 级碎物调拨要走流程，而且大半夜的，你让我临时上哪儿去给你？我不管，给你1个小时送1只过来，不然考核没法继续。那029的残骸呢？保存的完整吗？我让技术处的人过去回收。还行吧。徒手拆碎029，顺便让技术科的人分析一下，能徒手拆碎029需要多大力量？徒手，没用武器。徒手。谁干的？你呀？你没事干了？一个 C 级碎物，你至于这么惊讶吗？029不一样，它之所以被定为 C 级碎物，仅仅是因为它不具备智慧、无语言能力、无情感表达、行为模式单一。热武器可以对它造成伤害，收容它很容易，几个3等调查员带上特制武器就能做到。但想徒手拆掉029， 1等调查员才有这个实力。你拆它干嘛？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一个新人。这届新人这么猛，
总之你带人送个新的过来，其他的别问。新的测试碎物1小时后送到，考核暂停，所有人原地休息。后面的测试会有其他考官监考，你跟我过来。说好的收着点呢，这下整个华东不可能是7大区都知道你这个生猛的新人了。我真收着了。你管那叫收着了？我问过你可不可以拆的。算了，说正事，你刚才那一手已经传出去了，后续应该会有不少人去调阅你的档案，也会有很多麻烦找上门来。各区现在很缺人，尤其像你这样的。飞调局7大区，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和税务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029有些不一样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这东西的身体硬度只有1等调查员，也就是 A 级实力才能徒手拆掉。你在没有注射震碎的情况下徒手拆了029，还是新人，是新人。明天估计7大区的人都会知道你了，甚至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触你，调取你的档案，评估你的等级。所以你怕我跳槽去其他大区？飞调局这边倒是次要，顶多有些烦。我说的麻烦来自外面，所以后面一段时间你要多注意一下。外面被那些东西盯上会很麻烦。其实即便人没有这次公开实战测试，你迟早也会被他们盯上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谁会盯上我？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、碎物，还有一些神秘存在，类似于你。当然，你是人，这些存在只有极少数和你一样加入飞调局，大多数自诩为神。他们认为神归其位，人归尘土，这个世界应该是神来统治。神？自封的，有的自称是某位先人的后裔，有的干脆说自己是上古正神转世，反正没人能验证，他们怎么说都行。这些存在抱团在一起，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个名字天阙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住在天上，俯瞰人间。你应该听过他们吧？听鸡毛，这他妈的日记里又没写，这日记本的主人净记些没用的玩意儿。